要你能让我不做那种噩梦，我就答应你上次说的条件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四海书铺可以分担云烟阁的压力，姑娘休息好了，自然就不会做这种噩梦了。事已至此，你若还是遮遮掩掩，那我们便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是又如何？你初来乍到，也不了解阳丘县的情况，便想分一杯看书的羹，未免有些太过天真了吧？你就不怕我报官？你以为我没有调查过你？你一个外地人，带着一个丫鬟才来阳丘县多久？背后无人，你敢报官？再说，报官有什么用啊？说是我做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笑什么？有句话你说错了。什么？我背后可是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人。什么人？刘掌柜背后的人。反了天了，还报官无用？你当衙门是你家开的吗？那些话只是我跟刘掌柜开的玩笑，不能当真呐！我是阳丘县最大书铺的任掌柜，你们不能抓我！不用跟他废话，带回去交给县令一审便知。带走。李牧，韩捕头，你认识云烟阁那个漂亮的女掌柜吗？她成亲没有？她是我邻居啊，还没成亲呢。你问这个干嘛？对人就有意思啊？不是我，而是我想问你，你难道就对她没有点别的想法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我就是问，如果她和青姑娘里面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如果李牧和那刘掌柜在一起，我和青姑娘之间就没她这个碍眼的存在了。啊？我为什么要选？什么？难道是两个都想要？全都要，全都要。你又用不到这些修行前的基础知识。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有用就是了。你看完了，记得还回来。哎，对了，老王，什么情况下普通人才能够看到怨灵啊？怨灵啊，一般来说，除非怨灵自己显形，或者有修行者为他们开天眼，特殊点的，就是妖族的天生灵童了。天生灵童？哎，难道说婉婉？这2张符箓有驱邪的作用，你和婉婉贴身带着，一般的鬼物以后便难以接近你们。这些书你一会儿拿回去看，那上面都是有关修行的事情，你可以了解了解。谢谢你，今天你送给我的那丝法力，好像变大了一些。真的？把手给我。好。是不是握得太紧了？哦，抱歉。不可思议，你的修行天赋很高啊！你的八字是什么？乙丑、辛巳、丁卯、癸卯，只有谈婚论嫁才会需要问八字吧？李牧这是纯阴之体，你是纯阴之体。怎么了？纯阴之体可是修行的上佳体质。小时候，爹娘找卦师算过，说纯阳、纯阴之体都是天煞孤星，会给亲人带来灾祸。爹娘认为我不吉利，便将我卖到了乐坊。我果然是会带来不幸的女人吧？那卦师肯定是个江湖骗子，纯阴之体可是修行天才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天煞孤星又如何？这么多年，还不是一样过来了？刘姑娘，根本没有什么天煞孤星，我也是纯阳之体，但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。纯阴之体不仅不是天煞孤星，反而是修行天才。你自己看，纯阳、纯阴之体者，魂魄异于常人，易被邪物觊觎。若是修行，其素亦数倍于常人。男子纯阳，女子纯阴，乃天生一对。啊！男子纯阳，女子纯阴，乃天生一对。这书不会是你写的吧？哎，别误会，我对你没有那种兴趣的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不
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我有身材，有容貌，有厨艺，而且还有钱，他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干嘛那么激动嘛？可爱的，乖巧的，年纪呢最好比我小一点。除了比他大了3岁，其他哪点我不符合？可爱的，乖巧的，年纪比你小一点。啊！你是不是在打婉婉的主意？难怪总是不自觉的对婉婉好。啊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爱的呢？婉婉再过2年，真就是我的理想型。不说婉婉，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事情？运气不好的话，我也就这几个月好活了。你不是修行之人吗？难道还没办法治病？一言难尽啊。2个月前，我的7魄被妖邪夺去，只有在半年内凝聚出4魄，才有活下去的机会。我现在才凝聚了2魄而已。啊，那你快点凝聚另外2魄呀！人的7魄与生俱来，7魄生于七情。想要重新凝聚7魄，就要积累大量的七情。这七情需要别人对我产生，谈何容易啊！想要重新凝聚7魄，就要积累大量的七情。这七情需要别人对我产生，谈何容易啊！积累七情，怒情。怪不得你老是故意惹我生气。我那也是为了活下去，你应该能理解吧？你要演梁山伯，是想收取客人的爱情吧？是啊，这是最快的收集爱情的办法了。你还说那是你的梦想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啊！他不会真生我气了吧？婉婉，你去到戏楼，告诉师傅们，让他们3天之内把化蝶的剧本编出来。这个月工钱加倍。是，小姐。哎呀，这痛啊！哎呀，我的后背。四海书铺被罚关门3个月，还赔了100两银子给那云烟阁掌柜呢。谁让咱掌柜害人呢？现在被打了50杖，都爬不起来了。元儿，你可要为爹报仇！哎呦，不是说了让你踏踏实实做生意，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。你真以为衙门里那些修行者是吃干饭的吗？我以为那女人初来乍到，没什么背景，谁想到她背后有人呢？哎，行了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你在家好好养伤，不要再招惹衙门。不疼了。元儿，你修的法术果然厉害呀！唉，只是消除了你的疼痛，伤还是要养的。等我修为有成，那些东西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。你好好跟着你那师傅修行，等你修为有成，赚了大钱，把阳秋县的所有的书铺都买下来。哼，这老头。公子，我要尽心修行，看好这里，不是天大的事情，不要打扰我。是。这是化蝶的剧本，你抽时间看看。才3天，柳姑娘就已经将这些筹备好了。尽快将台词背下来吧。大恩不言谢，日后有机会再报答。别日后了，就现在。那种东西，你还有没有？没有，一滴都没有了。修行要脚踏实地，不要总想着走捷径。我知道了。不过炼化第1魄后就能画符了，我教你画符吧。这样，你需要驻颜符的话，就可以自己画了。要不明天再试吧。我一定可以的，就差一点了。来，跟我念：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；万变犹定，神怡气静。万变犹定，神怡气静。成了！李牧，你教我念的是什么？好神奇啊！是清心诀，画符的时候可以念，但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李姑娘虽然对我也有恩，但却不及头对我恩情的1/10，我也没有什么回报。这清心诀也要交给头。头，你在修炼啊？怎么了？头，
头，我偶然得到了一个法诀，在书符的时候施展，能让人心神守一，提高书符的成功率。我想送给你。这道门静心的法诀不少，却无一有此效用。此诀称得上是上乘法诀，珍贵异常。这法诀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哎，头教我修行，救我性命，又赠书赠剑给我，这一个小小的法诀又算得了什么？以你对我的恩情，就算以身相许都不过分。以身相许就算了。也是。你已经凝聚了尸狗和符石，下一波准备凝聚哪一个？雀阴，我找云烟阁的戏楼排了化蝶的剧，我打算在剧里饰演梁山伯，以此来收集哀情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衙门里的事情我会交给张山和李四，你只管凝魄就好。怎么了？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头笑起来很好看，平日里应该多笑笑。好了，你快去巡逻吧。哦，张山，巡逻回来了。李牧，你疯了吗？连头儿都敢调戏！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因为你夸她好看而生气。头儿是普通女人吗？可仙女也是女人啊。李牧，现在的你感觉可真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别大惊小怪的了，我巡逻去了。上次躲那群茶客的时候，我演的还挺不错的，这回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为了男人的尊严。化蝶这么好看的本子，姑娘怎么找一个新人来演主角啊？这不是乱来吗？这可是难得的露脸机会，不知道姑娘怎么想。是啊，难道说什么？姑娘？没什么，我们快去对下戏。好。李牧如果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一定会吓一跳。这人好熟悉啊！怎么，认不出我了？啊，柳姑娘，你怎么扮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我演英台啊。怎么样，像不像？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哎，等等，你的那个呢？哪个？哎，等等，你的那个呢？哪个？你这儿不勒得难受吗？要你管！来对戏。英台不是女儿身，因何而上有还痕？你的演技太生硬，就算是演了山伯，也不能打动客人，无法获得他们的爱情，恐怕还得再练练。不过，没有师傅教导，很难自己悟出什么。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吗？要想演技有提升，没有速成之法，只能勤加练习。这样吧，晚上你到我房里来，我们尽量多对几遍词。果然是我们想的那样啊！我不行了。我以为扮演梁山伯就能收获众人的爱情，真是太天真了。演戏根本不是穿身戏服背背台词的事情啊！你的神态动作和台词功底要达到师傅们的境界，没有10年的苦功是不可能的。抱歉，连累你陪我练到这么晚。你早些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如果演戏走不通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打断自己的腿，去外面摆碗乞讨，博取大家同情了。你对自己这么狠吗？不对自己狠一点，命就没了。人有7魄，魄里还有2魄，诞生于爱情和欲情。爱情，你要怎么收集？你总不能去祸害那么多女子吧？爱情都还没个着落呢，等日后再说吧。爱情也就罢了，欲情你打算怎么办？欲情？李公子，柳姑娘啊，这个也等日后再说吧。哎，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回去再练练台词吧。也有好几日没去看望过苏荷了，明天去看看她。下次记得帮我带一坛酒。城东那家酒肆还在不在？他们家的秋露白我很喜欢，有20年没喝过了。他怎么了？出什么神呢？有心事？哦，抱歉，
唉，关于演戏的事，我的演技和台词功底太差了，昨晚一起对练了很久，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。你总不会想用你3、5日的兴趣，去和人家几10年吃饭的本事比？不过，若你本就是戏中人，还愁怎么去演吗？本就是戏中人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自己催眠自己，忘记李牧，忘记捕快的身份，认为你自己就是戏中人，这是一种幻术。我可以学吗？叫声姐姐，我就教你。只要能让我收集到爱情，凝聚血印，别说姐姐，哪怕是叫娘子也行。娘子，娘子？不好意思，叫错了，苏姑娘，苏姐姐，拜托你了。幻术是魅惑人心的法术，不仅可以用来魅惑别人，也能用来魅惑自己。你随我来。多亏了苏姐姐，我已经可以轻松进入剧情了。等凝聚了第3魄，我再好好谢谢你。第3魄是雀阴，凝聚了雀阴之后，你想怎么谢我？当然是做菜了。下次你想吃什么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带。又是送聊斋，又是叫娘子的。你要是真的对我有什么想法，不如我帮你成为鬼笑，这样不就可以？如果哪天我真的死了，魂魄没散，一定来碧水湾陪你。我先走了。姐姐逗逗你，看给你吓的。虽然总是被调戏，但每次来苏河这里都有不小的收获。柳姑娘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？还不是等你呢！一大早你去哪儿了？快来排练了！你早一日练好，便能早一日脱离生命危险。哦。梁兄，因太今生不能与你婚配，只等来世再结良缘吧。天地无情，人间无理，也罢。花轿抬你马家去，秋风送我父黄泉。你简直像真正的梁山伯一样。怎么了？不过才1个晚上，你的进步怎么这么大？大概是我昨晚悟到了演戏的本质。如果我不是在表演梁山伯，而是将真实的梁山伯展现在众人眼前呢？李牧，你真是个演戏的天才。苍天挥泪滴滴血，痛我英台恨哑绝。早知约期是生死别，悔不咬碎相思月。3年寒窗无寒夜，18相送同心结。天地可缺人雅缺，生不同寝，死同穴。这些爱情足够我凝聚第3魄了。昨晚虽然凝聚了雀阴，但还是不知道能不能行。菩萨保佑，一定要成功啊！我终于做回男人了！我终于做回男人了！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起来了，以后早上都能起来了。不就是早起1天吗？这么得意做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从爱情中诞生的那1魄是做什么的？姑娘家家的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3魄已凝，你接下来的那几魄怎么打算的？聚、爱、恶、欲里，爱和欲是最难的。如果有一位巨神境的修行者爱我爱到死心塌地，并且愿意主动奉献出爱情，那么只需3、5天，我就能凝魄成功。上哪儿去找巨神女修？头清心寡欲，一心修行，肯定不行。而且爱情是不能勉强。等等，我可以自己培养一个呀。柳寒烟是纯阴之体，修行速度惊人。如果能让他早早的喜欢上我，等到他巨神之日，岂不是爱情和欲情双丰收？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忘了柳寒烟已经凝聚了第1魄，感知惊人了。死者的身份调查清楚了吗？死者是这山中的猎户父子，2日前上山打猎，
今天早上，尸体被砍柴的樵夫发现，便立刻来县衙报了案，应是妖物所为，但现场没有留下那妖物的任何痕迹，该怎么去查？不对劲，奇怪，他们的气魄已经散了。你能看到人的气魄？头儿，有一门神通可以这样。头儿，你再看看他们。气魄果然不见了，这不是简单的妖物害人事件。先让人把尸体抬回衙门。人死之后，三魂消散乃是常事，但气魄消散的这么快，这两人的死更可能是人为。至于他们身上的伤口，是后来为之，为的是让我们误以为他们死于妖物。这是邪修常用的手段，周捕头怀疑是邪修做的。仙人指路符找不到他们的魂，如果真的是邪修所为，他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们根本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，这案子麻烦了。也不一定啊，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，人的魂力消散的没有那么快，就算被人炼化了，只要时间不久，还是能被符箓感应的。只不过这道符得巨神境以上的修为才能画出来。衙门中有第3境修为的，只有你和张大人。张大人不在，书符之事要拜托青姑娘了。这符箓的符文十分复杂，没有数日的功夫，根本不可能学会。那时候，恐怕那么残存的魂力也早就消散了。能行吗？你一定可以成功的。取几根他们的头发，准备符纸材料，我试试吧。符箓的符文越复杂，便越难刻画，因为还要灌注法力的原因，符文复杂1倍，最终成符的难度便是指数般的增长。但有李牧给我的清心诀在，这种程度的符箓根本不算什么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。成功了！啊，这么快？难道那2人的魂已经消散了吗？等等，纸鹤有动静了，快跟上去！进了这个宅子了，官差办案，开门！官差大人，哎呀，大人呐，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四海书部的铺子都关了，你们怎么还来呀？任掌柜，这是你家？是啊，小老儿最近都是闭门不出。有一个重犯逃到了这里，我们要进去搜查。重犯？大人一定要搜查仔细，千万别漏了哪里。这里面住的什么人？是犬子，他前些日子拜了一位仙师修行，一直在家里修炼。犯人应该不会跑到这里。几位官差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纸鹤围着他转，猎户父子的魂在他身上，原来是你！不好，被发现了！想跑？小心！李牧，你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李牧，小心！多谢头。抓犯人！敢杀我的猫，起！是阵法，鬼气弥漫，这样太没安全感了。试试佛法。佛光，你出家了？什么时候出的家？怎么没有剃度啊？出家人是不是不能娶老婆？什么时候还关心我出没出家？这是阵法，大家牵手相连，待在原地，不要随意走动。一旦走散，或许便无法相聚了。这手怎么如此粗糙？李牧，韩捕头，千万要抓紧啊！你小子！李牧，韩捕头，千万要抓紧啊！你小子！算了，先破了这阵法再说。嘿，不行，威力不够。直接攻击阵眼，在那里。
好，成了，犯人跑了，追！等等，不能在城里斗法，别追得太紧，先让他离开县城，以免他狗急跳墙，危害到百姓。还是您想的周到。我们去追，李牧，你留在原地了解情况，稍后我们回来找你。明白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这院子怎么成这样了？你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修行的2个多月前，远儿遇到一位仙师，那位仙师说他是什么木形之体，问远儿愿不愿意和他修行。放任人猿以杀人夺魄的方式修行，这人极有可能是邪修。不应该呀，那仙师是有真本事的，我亲眼见过。他能履水作火，乘风而行，还能口吐烈焰，在我眼皮子底下隐形消失。你说什么？履水作火，乘风而行。履水作火，御风。这些都是神通境的修行者才能修习的神通法术。李青只是第3境巨神，韩哲只是凝魂，他们2人联手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中3境修行者的对手。我得去提醒头，让他们千万小心应对。你们打算追到什么时候？邪魔妖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就算你跑得天涯海角，也逃不掉。去，看着！又是黑烟。我用引来符劈开他。看，别急，还有呢。没用。他在拖延时间。此人虽有巨神境道行，但似乎并不懂多少道法。不要再耽搁时间了，把他拿下再说。又来一个，你是何人？师傅，快杀掉他们！我要吞了他们的魂魄！看剑，速度好快！秦姑娘让开！这剑气不错，可惜伤不到我。福禄派底蕴果然深厚，这一式神通已经触摸到了道术的边缘，可惜呀！不可能！撤！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李牧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提醒你们，这人是神通境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把神行符贴上，快走！他是第4境邪修。哇，果然好用！你们逃得掉吗？没用的。这样不行，他速度很快。李牧，我们分开跑。尝尝这个。雷霆，果然来了。你先回衙门，我去追李牧。好。逃他们逃往县城，邪修只要不蠢，肯定会来追逃往城外的我。而我要去的地方，前面没路了，你还能跑到哪里？跳湖吗？碧水湾，到了。干掉你以后，剩下那2个官差也跑不掉。谁让你们多管闲事儿？苏姐姐，快来啊！这白雾哪里来的？怎么回事？苏姑娘，遇到一名神通境邪修，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。邪修啊？放心吧，交给我就好了。此人极强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师傅小心！原来是一只鬼物。你才是鬼物，你全家都是鬼物。居然穿不透。烧3昧真火。还有什么招？我使出来吧。用火箭试试。是。不好，苏姑娘落下风了。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他不是普通的神通境，比那和尚厉害得多，而且魂体被他克制。怎么办？看来我们2个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加起来，借你身一用。你的身体先交给我啊！不要抗拒。哦，好。雷霆，
这招确实厉害，但是对我没用。此人的道行虽然只是神通，但他绝不是神通修士。此人我们不可战胜，我只能尽全力护着你。苏荷的法力，我虽然不能借用全部，但也足够让我的实力无限接近第4阶。即使这样，还是无法看穿这黑袍人。哎，等等，如果苏荷的法力能为我所用，以第4境的实力施展道术的话，苏姐姐，你放开全部法力，我来控制身体。你要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情况不对的话，你再夺回身体的控制权。知道。穿越险途密阵高，热血铸就不朽功。城市喧嚣要写咏，使命再见1万种。遥看九州，山海间门遍地啊。不行不行的修仙，不行不行的虚名。我正要触摸我成了阳山，我匡扶正义，我收集奇迹。我练习法术，我呼风唤雨，我探索险途，我精彩绝伦。